天非常感谢陈医师啊，跟大家分享非常有用、非常实用的有关改善你睡眠问题啊，改善你失眠这个状况的一些很有用的资讯哈。希望大家都能够把它记下来哈，你的睡眠问题会跟着改善。如果一个人他经过了这个生活习惯的调整，饮食内容、运动也增强了，那这样子还是没有办法有好的睡眠的时候，有什么方法或者药物可以帮忙他来改善他的睡眠？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邱医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平常有没有失眠、睡不好的问题？如果有，请在下方留言区里面打1；如果你没有失眠的问题，请打0。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在留言区里面跟我们分享啊，你都是用什么方法来改善你的失眠问题呢？相信会对很多人都有帮助的。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邱正红谈健康。今天非常开心请到邱医师的好朋友、好同学呢，陈冠宇医师，德国弗莱堡大学新生医学博士。内科专科医师、精神科专科医师，前台北市联合医院松德院区的新生医学科主任，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跟大家谈谈失眠的问题。今天要跟大家谈谈陈医师最专业的就是失眠跟药物还有疾病方面的这个概念这些相关的知识。哪些疾病呢跟失眠是相关的？身体跟心理的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精神状态，特别是我本身也是内科医生，我们以前就有学到心脏衰竭那个脚会水肿有时候会喘着病人，其实他没有办法躺下来，躺下来他就很喘，这种人晚上就会睡不好，原因是因为他的心衰竭没有治疗。有些人会气喘，有些人会胃食道逆流类似这些状况通通都必须要把身体的病给好好的治好之后，身体比较安适，睡眠的时候躺下来，整个人精神睡意就会非常 OK。另外一个特别是在老人家，特别是身体有一些小毛病要吃好几种药的病人，要特别小心药物。有一些药物会让我们睡不着，像我自己的经验，我过去大概1-2年前曾经诊断有胃食道逆流，那当时医生就马上开了一个抑制胃酸的药，吃了是有效。可是就是睡不着。后来我才发现，同一类的药里面，这一种我就不能吃，因为吃了会影响我的睡眠。但是我换了另外一种，就睡得好。所以这个就是药物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要评估病人的时候，失眠的时候，我常常会问你最近有没有开始新加什么药？有一些病人就发现，我有开始为了某一个问题吃了某一种药，这个药会造成失眠可能吃药的时间要改，要不要换别的药？评估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到。那刚刚有讲到睡眠睡觉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在我们耳鼻喉科方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病，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对，睡眠呼吸中止症也会让一个人睡眠品质变得很差。睡眠呼吸中止症呢，跟这个失眠到底有什么关系？睡眠呼吸中止症有一个特色如果你自己一个人睡一个房间就不知道，因为旁边的人会听到你睡着的时候，通常会打呼，而且通常蛮大声的。这个打呼的声音有的时候会突然停几秒钟，然后又重新呼吸，这个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我们睡着的时候，如果躺平的时候，我们那个软腭它会塞住我们的呼吸。那这个整个晚上有的人睡很久，甚至吃了药，他睡得更沉之后，这个现象更严重。所以有些人吃了药，第二天更没有精神。他说我明明睡更久，睡得更好，可是就觉得第二天还是没精神，因为有可能是这个现象。睡眠呼吸中止症它主要就是睡眠当中会有呼吸暂停的现象。那这个呼吸暂停的现象呢，它就会导致血氧下降。血氧下降的时候呢，我们的末梢得不到充分的血流供应的时候，血压就会上升，心肺功能就要更奋力的运作才会维持正常的机能。所以这种人呢，不但是睡眠会有问题，睡眠品质变差，白天容易打瞌睡，而且他还容易头痛，那甚至呢血压会上升，心肺功能慢慢会变差，甚至还会男生会有性功能障碍的问题会发生这个影响的层面非常的广泛如果一个人他经过了这个生活习惯的调整，饮食内容、运动也增强了，那这样子还是没有办法有好的睡眠的时候，有什么方法或者药物可以帮忙他来改善他的睡眠？好，助眠的药物现在其实种类非常非常的多那在美国也好，在台湾也好，这些先进国家，我们对药物的管理里面有一种药就是所谓的抗组织胺。现在的抗组织胺都是第2代，它们的副作用不大，也就是说吃了之后不会想睡。那过去大概20-30年前最常见的那种第1代的抗组织胺，吃了之后人会很想睡觉。那常常在全世界很多地方，这种药是可以去买的，就直接买了就可以吃，不是处方药的。那这种药其实是还蛮安全的但是当然还是会有习惯性这些人如果长期都使用是还有习惯性。那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些精神科的用药，吃了之后
也许是用来治疗焦虑症，治疗忧郁症，或者是治疗精神病，但是因为它用很低的剂量的时候吃了会想睡觉，我们利用它的副作用，这2类的药物它的作用其实说很类似，我们是用它的副作用来产生助眠的效果但是因为它有点不讨喜，因为副作用稍微多一点点，有时候会口干啊，有时候会第二天醒来还是累累的那有一些助眠的药物就是已经过去20-30年非常流行，吃了之后很舒服，然后第二天醒来觉得精神很好，那这一类的药要特别小心这类药很有用，但是它很容易上瘾还是会上瘾，这就是我们要小心的地方。有关刚刚陈医师提到说，有些药是利用它的副作用来帮助你的睡眠其实大家不要大惊小怪了，这个是在我们医学上来讲是很常使用的方法。如果我今天在用药物来帮助睡眠，不管我用的是什么抗组织胺或者精神科的用药，有一个问题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成瘾的问题。没错，后来变成不吃不行，甚至越吃越重，那这个应该怎么样避免？通常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剂量越低越好，第二个不要天天吃，1个礼拜最多吃3次。如果单纯你的用药不是为了别的理由，只是为了好睡而已，那么你1个礼拜用3次，也就是说你通常今天用，明天试着不用看看，然后后天再用。我有一些病人，他们也很棒，他们就是礼拜天晚上他才睡不着，因为礼拜一要上班，所以礼拜天晚上吃1次。我说这样 OK，你1个礼拜就吃1次。平常天的时候他回来就蛮累的，就睡得着，但是到周一要上班前的1个晚上就会特别不容易睡。所以只要不是持续性的，你的用药只是为了要助眠我要特别提醒，我们之前有提到，如果你是焦虑症、忧郁症，医生开的药是针对你的焦虑、忧郁治疗的话，那就要持续吃，因为这些药是我们叫治根本。我有的时候打个比方，安眠药有点像踩刹车，让你晚上脑子可以安静下来。但事实上，如果你是焦虑、忧郁的病人，你会睡不着，是因为你的脑子里面有一些问题在那边进行，会想东想西。这个时候你要让引擎冷却，引擎冷却就是要治疗焦虑症、忧郁症的特别用药。那这些药它的特色是药效不会那么快，你不会今天吃了就觉得很好睡，所以我们常常对这些刚开始在使用这一类药物的病人提醒他们，我一开始也会开一些助眠药，前1-2个礼拜你用用看，第2个礼拜、第3个礼拜、第4个礼拜等药效出来，睡眠有改善之后，你就不用再吃这些助眠的药物。长期的目标就是助眠的药物，我们就把它减少，用量越低越好，大概是这个样子。那这里就告诉大家说，如何避免药物成瘾。刚刚陈医师有提到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跳跃式的，需要的时候才吃嘛。台湾现在药物成瘾到底有多严重？联合报还有很多的报纸都有，那是一个记者会，荣总的记者会，他们做一个研究，台湾镇静安眠药使用的量大。就是以人口比来说，对，就是平均每个人使用的量大概是人家的2倍。我是觉得这是台湾应该要改善的地方。那当然这跟我们的看诊的方式有关，有的时候很多医生就是讲没2句不好睡就开睡眠的药给你。那这样的话，如果没有解释清楚，没有告诉他合适的用法，每天吃，吃了2个礼拜、3个礼拜，不吃就不行了，到时候要停下来就觉得很不舒服，就是觉得睡眠品质一直很差。那这个就是要注意。讲到这里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哈。那最后呢，是不是请这个陈医师用几句话来总结提供给大家最有用的 take home message？ 第一个，完整的评估，睡不好一定有理由一定是第一个考虑的，说是不是焦虑忧郁。第二个，你的生理时钟、你的睡眠习惯有没有非常的有规律性？如果没有规律性，那要想个办法去恢复。第三个，其他的睡眠习惯包含躺床不睡等等这些坏习惯，或者躺在床上做一些事情。第四个不要依赖药物单纯助眠的药物就是偶尔使用，不要持续性的使用。我想这4点如果大家能够记住就可以避免被药物影响变成药物依赖，睡眠越睡越不好，或者是药越吃越多这种状况。谢谢陈医师呢，再度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这么有用的这个有关失眠的这个常识知识。那也希望我们的网友或观众们呢，如果你们有想请陈医师谈哪方面的问题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告诉我们你想知道哪方面的知识。今天呢，我们就先谈到这边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讯息我们下回再见，拜拜，谢谢陈医师，拜拜。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请在下面按个赞。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请按订阅。下回见。